OK 他的假设是说，如果你data每个都是在这个high dimension都是很像个椭球的话，你如果可以用一个这个高深 distribution 来说这个东西可以塞在这个椭球里面的话，就是它只用这个高深 distribution 来代表我可以塞进去的 data point。那其他 data point 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看是不是它可以塞进现有的椭球内。如果可以塞进去的话，可以把它塞进去；不能塞进去的话，我可能就另外设计自己的小椭球。然后如果这个椭球实在是太理想的话，我可能就它是什么？但他的假设是说，我资料真的是每个都看起来像个椭球，对。对，而且如果我有不同的椭球，它够近的话，我也可以把两个椭球合并。没有机器，只要比如说我改一个机器，事实上我做那个MapReduce 的 complexity 的那个说明，我是有点这部分有点 sloppy， 就是说我并没有把实际上我每个算过它平行的这个计算把它的 cost 平行后的那个最后 runtime 变成是脑分这样子。它其实你把所有的 CPU 时间加起来的话，大概还是比较像个 ON 脑分。对 ，n log n 是由于这个 n log n 它可以在图上面，然后如果这个 n 够大的话，它看起来有点像是 log n 一样的架构。事实上前面的 hyperlog log 是一样的道理，它其实这部分解释是有点 log。I wanted to ask, with the hyperlog algorithm, you said that there's an error ratio, an error probability, right? Yes. So what happens when we have an error? What happens? Like the output value is it close to the actual value or is it way off? The error rate actually depends on, it's always like a percentile of over your actual data set. So if I have 10 billion items inserted, and this data structure was like having an estimate of like 1% error rate, then I can have 10 billion, so like 100 million of items possible. And the error rate actually doesn't really, the rate itself normally doesn't really scale with your data size because it's probability data structures, but the actual number that's being off can be really large because the rate doesn't change, but your inserted items, since it's large, so the actual value of can be like that large. Does that answer your question? So say this hyperlog algorithm basically, I give it like as a function, I give it like as an item, it gives me like a count, right? Yes. So when I have an error, when it gives me an error, the count will be, say it gives me an incorrect count. That would be an error, right? Yes. This incorrect count would be completely random, or would it be near the true count? It was still near the true count.如果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变成这个免去的高斯分布东西的话，我
现在想不到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而且不确定是不是现在有没有那种 paper 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对，这就是理想与现实差。就所有那些看起来比较可以让你有很好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演算法，特别是这种 probability-based， 大部分都得有很强的 assumption。但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出一方法来让我们的 data 可以 fit 这些 assumption 的话，有时候可以到不错的这个计算的一个标准，但并不是每次都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背过的几个，我没有看到有哪些别的演算法可以做得很好，很多都还是要，对，就是想要得到这种实力的这种效果，相反有很多人事情。刚刚讲那个 data schema， 就是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对，如果是 data schema 的话，举个例子来说，还蛮多这个 data engineering 是我比如说 Apache log， 然后让它做分析，但其实你能够存入一个 log line 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如果你想要这个，而且有时候你那个资料设计不确实，你那个丢入 log line 的东西不太好的话，你可能 graph expression 还没办法抓得那么好。但现在如果你能够用个这个比较好的 serialization format， 你其实可以存更高维度的资料在这里面。以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几乎每个 event 都有超过100个以上的资料这样子。那这个是你用 log line 本来就很难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这个应用的方法。所以你是说，比如说你的客户他会给你的 log file 封面不一样，可是你可以用serialized 的 data format 来把它算成一样的 data schema。我们几乎没有这个客户给我们的资料，就我们大部分都是自己生出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server 前端的时候，我们生出哪些 schema 是我们已经确定好，所以这也是那个自己做 data vendor 还有 data provider 时候的一个好处。这是我跟一些其他的数据公司稍微聊天，发现说啊，很多人拿数据只能跟第三方拿，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很难做到这个程度，就变成所有的 schema 都很确定这样子。但实际上，我帮忙做一个我们公司里面唯一一个很小这个接第三方的系统。那事实上我做的事情就还是把它先转成这种 schema， 然后转成这种那个 LS event， 然后再跟其他的 event 做那个处理。对，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个这个实际上 schema 在做很多事情，其实还是比较方便，它也比较稍微严谨一点。既然讲到那个第三方的问题，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像，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那种机会，就是说有很多 data vendor， 然后之间他们会彼此互相合作这样。那我不知道在美国的话，是不是彼此每一个 data 的 provider， 不管是各家公司会彼此会一个一起，就是他们会互相分享自己的 data， 然后有这种事情吗？还是在美国情况？你想要拿别的人的 data 就要付钱。然后很多时候都要付还蛮多钱，而且付钱了之后拿到 data 还可能很烂，有多烂呢？像我们公司，我在做的那个接第三方的，就是一个很惨痛的例子。虽然说最后还是算是在 work， 但是就会觉得有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它可以发生？举例来说，我们那个要做给他们资料跟我们 data 要能够做 data join 的话，我们是用到transaction time 和 transaction ID。transaction ID 是一个 UUID， 然后 transaction time 就是我们在产生 event 的时候的那个time step， 是传给他们用 URL 传给他们，然后接下来他们应该要记录那个 URL 长什么样子，然后接下来他们算一些他们自己要的东西，然后最后再把其他 data 回传过来给我们，我再根据同样的 transaction time 和 ID 来做 data join。但是我把那个 time stamp 来看，我发现它有时候变成负的值。然后我看到那个1970年代，就是说那个值被设成0，
然后我还看到2018的 data， 我就觉得平一个字串传过去，你到底是怎么样才把那个弄烂掉？我无法理解。对，这只是其中的烂掉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是接第三方的这些还是还蛮可怕的，就是那最后这到底 credit 应该要怎么算，那个不知道。对。那我想顺便再问一下，就是说，像比如说你们跟第三方的，就除了你们之外的一些可能一些 data partner 合作的话，那大概那个资料量体都是怎么样？就是接进来可以得到的量体大概怎么样？以我之前做这个专案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只是做一个 sample data、sample traffic， 所以其实资料量还蛮小的。大概有多小？我想想看，好像是50 MB 乘上24小时吧，50 MB， 然后这个 compressed， 应该是这样的大小。对。那我再问一个好了，就是因为其实最想问那个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其实资料的储存其实还好不贵，但是资料的传输很贵。就是你要在 network 之间移动的话，是相对是贵很多的。对。对，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公司的，就比如说可能整体的那个 server 的话，有架构上面设计的话，是不是比如说有去究其来是一些什么东西，让 data， 比如说你在不同 cluster 之间要传输的时候，它可以比较有效益，或者是？我不敢说我们这方面做的特别好，所以我们大概前端做 application serving 的伺服器大概总共有3000台。然后我们是每几台，然后会有一个 journaler， 就是把那边的 event 给 collect 起来，然后 collect 起来之后会有个叫做 journal center 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也是要存一个那个 Hadoop 的 instance， 然后它那个 point 到这个很远的这个 cluster 的那个位置，然后接下来就用 HDFS write， 然后有点像是自己写一套 DSCP 来把资料传过来那样子，然后为了加快速度，就尽可能把资料切得很细啦，每次不要送太多。对，因为我们资料这个是可以切很细的，所以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那如果你资料是不能切的话，一种方法就是用像 DSCP 之类的这种可以做平行传输，让它来帮你切，这是一种方法。但我们公司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目前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公司处理这个问题处理非常好。Kafka 可能是一种解法，但如果是真的很大的 block， 就是这种很大的 binary file 的话，Kafka适不适合做，其实